很好，还有101天，我就能迎娶小红做我的新娘了。王小明，岳父，每天这样练飞刀，哪天砍到我了，你会为失去一个好女婿感到后悔的。没错，我砍的就是你！别再当我女儿算盘了。还有，我不是你岳父。臭老爹，做那么危险的事情还有理了是吗？哎呀，乖女儿，我是在锻炼那小子的敏捷属性，但是万一被我砍中，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反应慢了。我早看出来，其实你巴不得我死，这样就没人能阻碍你追求我妈了。红红，很小的时候我就发誓要娶你为妻，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我一定会在你成年那天实现对你的诺言。小明他妈，看来孩子们真的都已经长大，那么干脆也就别再瞒着了，早点把我们俩的婚事摆上日程吧。谁允许你碰我妈的？谁允许你打我女儿主意的？我那样负责，你对我们青梅竹马的感情负责。我也会对你妈负责的。好，既然谈对等，那我就把你飞过我的刀，全都还给你。黄晓明，快住手！让他去，他要是能拔下那把菜刀，我今天还就认了这个女婿。敏捷不行，力量也不够，黄毛小子你还嫩着呢！闹够了吗？还做不做生意了？外面的顾客都大排长龙等着呢。还真有那么多人上了这小子搞的什么促销套餐的当啊！怎么叫上当？这款套餐因为是限时发售，只卖1周，当然就迫使大家蜂拥而至。再加之结合了列王登基2周年的这个主题，自然勾起了顾客们的好奇心和购买欲。套餐中的3道菜分别象征了列王崛起的3段时期，酸辣的开胃菜代表了他身为平民被压迫的往事，浓烈的辣味主食寓意他起义反抗的轰轰烈烈。最后的甜品自然是赞颂了他最终推翻旧王统治，给我们带来新生活的美好象征。经过故事的包装，大家的注意力就从品尝美食转移到了体验上，这样既节省了我们的食材，顾客也吃得开心，出门还能给亲朋好友炫耀这3道菜的含义，等于帮我们做了推广。您的菜来啦，请慢用。岂不是一举3得？年纪虽小，脑瓜挺好。今天还有我这个老客人的位子吗？女巫婆婆好啊，老位子每天都给您留着呢。别叫我婆婆，都被你喊老了。哎，要不要试试限时1周的列王登基2周年套餐？老客人给你打95折。一个套餐3道菜，我可吃不完，所以还是给我照常来一碗清汤寡水就好。啊，对呀，女性不该比男性更容易冲动消费吗？但在吃上面，消费越少，身材越好。哦，看来明年还得准备一个轻食版。别想明年了，赶紧把今年忙完吧。别推我呀！麻烦让一让，都保持距离。什么意思？这几个人谁呀？大家都是排队的，你们几个干嘛呢？哎，松手！手！这几位客人请到队尾排队吧，我们店的活动要持续1周呢。如果今天不巧真没排到，明天早点也来得及。抱歉，今晚我们就得回去了，所以手下人有些着急，都有冒犯。你是猎王？真是猎王！猎王竟然亲临我们第9区了！天哪，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能不能和他握个手啊？大爷，我要跟他说句话。您大驾光临，可让我们这小饭店蓬荜生辉。我们店今天正好推出了一份套餐，我路过，看到了这有趣的2周年套餐，所以才想着进来尝尝。那您赶紧里面请。猎王，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大家好，这次我是来9区办点私事，不想惊扰大家，所以还麻烦在场的各位帮忙保守秘密。猎王，这3道就是我们策划的登基2周年套餐。每道菜都象征了您辉煌的不同历史阶段。真不错，太美了。啊，您的意思是菜的摆盘吗？总算安静了，这些刁民可太吵了。为什么？我们是犯了什么错吗？没有我的允许借我的名号搞促销，本就是死罪一条。现在我网开一面，给你们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很中意这个叫小红的姑娘，把她带走就能留下你们的狗命。小红她是我们的孩子，不能跟你走，而且她还小，都还没成年。没关系啊，我可以等，等她成年的那天，娶她做我的王妃。你个昏君，不许糟蹋我女儿！哎，那个谁，你下手可轻点，我可不想未来的王妃没了爹啊！暴君刽子手，
我死也不会让女儿屈就在你这个无能的昏君身边。那你就去死吧！岳父，臭小子，如果你连小红都保护不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叫我？好了，他父亲总算同意了。现在谁还有反对意见？我在店里看着他从小到大，小红就跟我亲女儿一样。如果要带她走，那我的命你也一起拿去。我跟你走，小红，你干嘛？我跟你走可以，但必须答应我放过他们。不可以！好，果然是我欣赏的女孩子，识大体。小红，小红，不能跟他走。小红不能跟那个禽兽走，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嘘，小声点。小红有危险，我要去救她。你先冷静一下，别吵到你妈了。妈，我妈她现在怎么样？我给她服了药，刚睡着，精神受到冲击太大，发了高烧，人一直都还迷迷糊糊的。好了，让她先好好休息下，缓一缓。店里被屠戮的那些客人，我也都处理好了，该埋的都埋了，身首异处的也只能给养了。烈王怎么会是如此昏庸无耻的混蛋？他当年那些英雄事迹，难道都是谎言？这里有一口老痰，你打开看看，就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为什么要给我看你吐的老痰？恶不恶心？你这老痰怎么还有鼻子有眼的？牛婆婆，这是你施了什么法吗？这口老痰里才是真正的烈王。白天你见到的那个，其实是将烈王谋害后夺舍他的人。什么？难道说里面这东西是？没错，是烈王的灵魂。我也是前几日在森林里捡拾制药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他流落在外的魂魄。从成色来看，应该是从体内脱离没太久。怪不得那个假烈王说有私事要来我们这儿，原来是为了找他毁尸灭迹啊！烈王能保留魂魄，应该是受了某人的法术，但魂魄在世间保质期最长也就100日，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牛婆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前在饭店里打了个照面的时候，就觉得鬼鬼祟祟，果然是他藏了烈王丢失的东西。你个骚狗，为什么没有跟主子回家？我当然也想进入皇城，可现在连当猎王狗的机会都还没有。今天全靠你，我才有了表现的机会。把我吞下去，让我寄宿在你身体里。那我岂不是要被你霸占？别废话，快！要是你被他杀了，那我和这个国家都得玩完。把你手上的东西交给我，饶你不死。别信他的鬼话，快！反正都是死，跟你们拼了！停下！没想到灵魂原来有这么强的饱腹感。那我就来个饭后运动，消消食。你之前是不是也这样踩着我岳父的头啊？我错了，饶了我吧！我只是接到上级安排，陪烈王出去玩耍的向导，一切命令都是听他指示。没想到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杀伐果断。岳父，你的仇我替你报了。我不是你岳父。你这黑板上写的天数是什么意思？是小红成年的倒计时。小红，小红是我的青梅竹马，我答应过会在她成年的那天娶她。
现在离他成年还有100天，我必须把他从那个卑鄙的混蛋手中救出来。还有100天，我的魂魄也将彻底消散。在此之前，我必须重登王位。100天，你帮我夺回阿远。100天，助我打下江山。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没想到这种时候，你还有闲情逸致做顿早饭。小时候妈就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想要一天威猛，早饭必须充能。更何况，从今天开始要去干件大事。哎，话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提过你爸，他人呢？在你推翻旧王之前，被抓去当奴隶，活生生折磨死了。烈王，昨晚女巫婆婆说有人占据了你的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晚在寝宫如厕，但不知怎么就睡了过去。再睁眼，就发现自己化为了魂魄。我一开始以为是做梦，直到我看到了那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在用纸擦我的屁股。烈王大人，不需要说的那么细节。你一直在推行禁魔令，没想到使用法术加害你的人，竟然就在皇宫内。现在我借住在你体内，咱俩就是同体共生的兄弟，就别叫我烈王，叫我烈就行。好的，烈。还有，你刚说的禁魔令是什么？我什么时候颁布过这条法令？你不知道？自从你登基开始，各地都在实行啊，禁止大家学习魔法，也禁止大家使用魔法。很多从前用魔法驱动的生产方式，都改用体力劳动了。而像女巫婆婆这种曾经的魔法师，也都被赶到了我们9区这种偏远的地方。不对啊，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等等，刚才是怎么回事？怎么了？你做了什么？我一刹那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我刚就喝了口稀饭，难道你能品尝我吃的食物？原来是饱腹感带来的快感。这难吃的味道又让这份刺激充满矛盾。味道怎么样？这是我岳父亲传的手艺。你这手艺到底是开饭店还是开药店？你觉得爽的话，那我继续。吃饱喝足，整桌完毕。之后这100天免不了血雨腥风，你准备好面对疾风了吗？我已将心向明月，就算前路有道道沟渠，我也要一路踏平。是小明吗？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对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他叫王小明，穿着件白衣服，上面可能还沾着血。跟我的魂魄融合后，相当于重塑了人生，再也没人认得出你。怎么样？要不要告诉你妈实情？对不起，阿姨，我没看到你说的那个人。打扰你了，谢谢。知道的越多，只会让你陷入危险。妈，等我，100天后我会带着小红回来跟您团聚。小明，你在吗？你回来了吗，小明？这里真是第9区？怎么会这么破败不堪？刚才说到禁魔令，你一问三不知，现在9区这情况，你好像也都不太清楚。身为一国之王，你怎么能忽略这么多事？你可别吐槽我了，第一次当国王，谁都没有经验。你知道我刚登基那会儿，一天要处理多少事情吗？整个国家10个区，每个区大街小巷，天天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问题，而这些情况都会层层上报整理成文给我审阅，让我给出意见。打打杀杀我在行，读书我只能一目半行，还让我一天看那么多文件，就好比让我俩睡一张单人床，难上加难。那怎么办？这些事情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看不过来你也得看啊。啊，人是会学习和成长的嘛。一个国家不可能只靠我一个脑袋，所以后来开始使用管理手段来分摊每天的工作。我在每个区设立了区长，然后区长每天向内务总管汇报，内务总管再把最重要的事情向我汇报。这样，我每天只要判断最重要的事就行。这哪叫管理？这明明就是懒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大说个方案给我听听啊！等等，我先问你，这次的复仇大业你是怎么计划的？什么计划？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可是这个国家最强战力，拥有以一当千的实力，从这里一路杀进皇宫，看谁敢拦我！神当杀神，佛当杀佛，拦我者死，顺我者昌。
带我抓住那个狗贼，取下他的项上人头。砍了自己的头，推翻了我自己，高明，实在是高明。又让我没有头，那你说个更好的计划。带你来这儿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这里是雷雷酱的儿童剧场。雷雷酱，用这么猥琐的名字开设儿童剧场，真的合适吗？你个昏庸无能的莽夫！魔法发展至今的100年史，全都毁在了你手里！遭受天谴吧！五雷轰顶！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表演这么暴力的节目。夺回身体的第一件事，就要把这毒害青少年的窝点给关了。你带我来看这种侮辱人的儿童剧，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不是来看剧，而是来找人。雷万大法师，我是您的迷弟，希望能请您出山推翻这个昏君的统治。雷万，那个曾经被我一拳秒杀的大法师。年轻人，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胡言乱语可是要被杀头的。我当然知道，你曾经代表魔法界和猎王大战了3天3夜，最终惜败。我想要帮助你弥补这份遗憾。3天3夜是一拳秒杀，一拳。年轻人，我提醒你一下，不是3天3夜，是7天7夜。所以你知道推翻它将会有多难吗？我从剧院开张的那天就在这里看您的演出，您对禁魔令的反抗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成了我的人生旨意。哎，你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过妖谋反？看来开设儿童剧院，反抗从娃娃抓起的这个策略，还是奏效了。年轻人，我也很欣赏你的勇气，但要颠覆世界，不光要靠实力，还要凭一点点天赋。那个叫烈的能称王，正是因为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那你能不能成事，就要先看看有没有使用魔法的机缘。所以，我要给你做个简单的测试。不会是让我摸个什么石头来评估等级吧？说什么傻话！我怎么会用那么烂大街的方式？让我的徒弟给你做个示范吧。好的，师傅。这种试炼对你来说应该小菜一碟吧？但是我对法术一窍不通。小兰，开始吧。玛卡巴卡卡比巴拉达拉蹦巴米拉巴拉稀里哗啦，萨西米亚切克西巴巴拉巴拉。刚才我徒弟小兰使的是魔法里最基础的奥数飞弹。年轻人，现在换你来试试。动作要领我记住了，动作又不是难点，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飞弹变出来。堂堂一国之王，你就挤不出半点法力？别想了，从前试过很多次，但都无果，不然我也就不会被抓去做奴隶，也就没有之后推翻旧王这档子事了。可能这就是老天爷为了平衡，赐予逆天的力量的同时，也封印了我的法力，把我限制成了一个法盲。你这事已至此，只能放手一搏了。小兰姑娘，能否把魔咒的具体念法教给我一下？玛卡巴卡卡比巴拉达拉蹦巴米拉巴拉稀里哗啦萨斯米亚切克西巴巴拉巴拉。好，我记住了。我都没听懂他唧唧歪歪念了啥，一遍就记住了。年轻人，自信是好事，但自负不可取。玛卡巴卡卡比巴拉达拉蹦巴米拉巴拉稀里哗啦萨斯米亚切克西巴巴拉巴拉。真背下来了，是怎么做到的？我还真能搓出个球，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就冒出来了。这有点太大了吧？而且他还在继续膨胀啊！年轻人，这样把他扯出去，在这里加入我们都得玩完。我已经一字不差复述了刚才的魔咒，但里面没有射出去的口令啊！哎呀，忘教你了。为什么这时候你还能这么冷静啊？快，年轻人，快上！您。还好有惊无险。雷万大法师，奥数飞弹成功发射，那测试是不是也已经通过了？年轻人，此话非也。我徒弟示范的是飞弹打鸟，你看看你，射出去那么多，但一只鸟都没打中。糟老头子，坏你狠呐！你怎么可以临时改规矩？
练，刚才的法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原来魔咒是这样念的。之前从来没有念对过。什么？不会魔法，原来不是因为你法盲，而是因为你文盲。所以说，刚才测出那么大的奥数飞弹，说明你的法力值也远高于常人啊！天空好像有点奇怪，发生了什么？刚才的飞弹竟然把天上的星星干碎了！谁说上天是公平的？你竟然拥有最强的力量，也同时拥有惊人的法力！难道他把天上的星星轰出爱心的形状，是在向我表白？怎么样，雷万大法师，这样算不算通过测试？这位年轻人，从现在起，我就是您的迷弟，希望能请您出山，推翻昏君的统治。那可得抓紧，只剩99天了。啊，天空出现异象，说明老天爷也在为我们祝福。你看这满天繁星组成的爱心，是不是象征着我们是一对天作之合？别碰我！别紧张嘛，在你成年之前，我是不会动你的。这一没素质，二没道德的事，我可干不出来。我会在你成年的当天，堂堂正正迎娶你做我的王妃。明，你们还好吗？希望此时你也能看到跟我一样的天空，通过它传达我的心意。我记得就放在这里面呢。等等啊，我再找找。好徒儿，这些帮为师先拿着。这些光怪陆离的都是什么东西？师傅说是他的传家宝，所以他这秀逗的脑袋也是遗传的吧？啊，找到了，就是它了。打开看看，里面记载的法术很多都有违天道，所以才会被称为禁术。你一旦学会，一定要恪守本分，不然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菜就多练练。你刚读的是什么？菜就多练练，没错。哎，这本书名上怎么多了一个链子？我踩雷，这是本菜谱。当时驱逐到第9区被严格搜查，我为了保住古书，故意用家里祖传的菜谱来打掩护，正巧2本书就差1个字。但没想到调包机搞反了，菜谱带回了家，古书却被上缴了。如果他们误以为那本书是菜谱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存放在9区中央厨房下的仓库里。中央厨房，要想个办法混进去。你们几个在那儿干嘛呢？腰上别着把菜刀，是来参加厨师招募的吗？啊，年轻人，我们正是。我正在寻找招募入口，不知道这位大哥能否帮忙带个路啊？你做菜行不行啊？放心吧，我的手艺可是一绝。对，是绝望的绝。各位好，我是负责9区中央厨房行政事务的总管，姓黄，黄色的黄，赶来应聘今天这个岗位，想必几位都身怀绝技。那么，先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菊花路第58代传人牛芒星。我叫没头脑，师承皇城区顶级厨师，不高兴。9区最大酒店新龙门美食主理人山崩子。我是发明了史诗级名菜仰望星空的于翻天。东贝第99代传人师承岳父，一把宝刀行天下的食神喵。一把都快钝了的菜刀还自称食神，黄毛小子别在那吹牛啦！东贝，我怎么都没听说过9区有这个饭店？我好像记得就是个卖预制菜的快餐店。这次皇城内急招厨师1名，虽然不知道为何这等荣誉突然降临到了9区，但希望大家还是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表现。急召1名9区的厨师，看来是一个不错杀进皇城的机会。大家都看到了，整个厨房已经备好菜，提供了各类厨具，希望各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厨艺，烹饪一道拿手菜。3小时后会由我们的主厨大人来做评判，选择把谁的菜肴送去皇城。那么，现在开始吧。
不就是你昨天早上煮的那锅东西吗？说实话，真的很难吃，能不能换个花样？就凭这个输定了。别着急，我算准了，这一次我很有信心。主厨大人，菜都准备好了，您可以前来品鉴了。哼，我在隔壁闻着味儿就觉得恶心，看来没什么好货色。他就是九曲中央厨房的主厨，被人誉为神之舌的拉姆大人。听说被他舔舐过的食物的每一个分子细胞都会被记录进他的味蕾。好强的压迫感，不可以和他对视，会被他舔到的。糟糕，看外观就已经被嫌弃了吗？就他了。什么？竟然被选中了！为什么选了个连摆盘都没有的乱炖？连尝都不尝一下吗？这就拼完了？至少也给我们一个交代吧。不好意思，各位大厨，既然主厨大人已经做了决定，那么还请几位先行告退吧。为啥我什么玩意儿？这还神之舌呢？我看神经病！这是搭了个大舌头。没看到他出来，难道他被录取了？傻瓜们，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让人？他没叫我选拔，我当然就做个过场装装样子，留下一个最菜的，然后把我准备好的饕餮盛宴一并呈上。相较之下，肯定会选我进入皇宫。在这破乡下真是太够了！堂堂神之舌，只能为这些低等人做食品安全管理，实在是荒谬至极。对了，还有你，一间破餐厅的小伙计，就别想做梦飞上枝头当凤凰了。刚刚的话敢说给你听，就是警告你，听话的，我能给你在中央厨房谋个好差事。要是出去随便乱说，我就用食品安全问题让你的垃圾餐厅永远关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如此舞弊还敢在我面前仗势欺人，为什么不让我做免的？哎呀，我说过别急，我已经算准了。算准什么了？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你当陪衬，现在不阻止他，我们就错过了杀进皇城的最好机会。够了，别再想着单枪匹马的杀戮了。想夺回王位，不能只争一朝一夕，只有得人心，才能真正得天下。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一旦我跟你意见产生剧烈分歧，就会催吐。哟，主厨说让我在这儿给你安排份工作。你没事吧？没事，有点太激动了。我刚看了下，厨房这边实在没空塞，仓库那边倒是缺个人。你不嫌弃的话，没事，当然不嫌弃。皇妃，您来了以后一口饭都不肯吃，烈王很担心，所以从您家乡第9区选拔了2道菜来给您试试。求求您就吃一口吧，不然烈王就该降罪于我了。不要再叫我皇妃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看好了，这道菜虽然叫清汤寡水，但其实对食材的要求非常高，每一刀的分寸和大小都很有讲究。王小明，你切的什么鬼？这是对食物的亵渎！我是用心在烹饪。住手！别把垃圾往锅里倒！好好的厨艺不学，天天脑子里想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好了，老爸，没准这样烧出来的味道也还不错呢。你先看看他往锅里放了些什么。哎。还是那么难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选那个无名小卒？那锅东西肯定有问题，不然我的饕餮盛宴怎么会输给他？在哪儿？那锅东西在哪儿？啊，原来在这儿！我倒要尝尝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奥秘。
这道菜的确很特别啊，食物的颗粒度丰富，味道极具层次。一开始咸口，慢慢能尝到一丝酸甜，口感绵密，能尝到质感厚重的原食材，也能品味到被打碎研磨后的细腻加工。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仓库了。明天你先来做一下存货的盘点工作，熟悉下环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要他死了，这世上就只有我才会做这道菜了，避免夜长梦多。明天就动手。再来些丁香，增加食物中的香气。哦，对了，还有草果，增加一丁点甜味儿。大功告成，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神之手复刻不出来的味道。害死！为什么味道会不对？到底差在了哪里？还有什么材料是我没想到的吗？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呀？找遍了，所有材料里都没法还原那股酸爽的滋味儿。好小子，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这边是当季的蔬菜，每天都会进货，所以要实时更新和盘点清楚。这边呢是可以长期储存的食材，包括干货、香料和一些酒类。当然，这些酒都是料理用的，上等的好酒存放在单独的酒窖里。哇，这里存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好像不光是食材。中央厨房的仓库是酒区最大的，所以警卫队会把从外来人那里搜查到的危险品也一并存放在这里。危险品？这些怎么看都不像啊，反而看着像收藏品。什么时候酒区有这个规定？好了，你就负责根据清单上的信息每天盘点存货，其他的事不需要你关心。难道这幅黄中黄的画也是危险品吗？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黄中黄大师的真迹。你看看这笔法，刚劲有力，行云流水，能从画中感受到大师对生活的热爱。没想到你还挺博学啊。黄主管，你看出来了吗？好了，放回去吧。就算只是幅普通的装饰画，但要是丢失了，也要唯你是问。太好了，还给了份清单，菜就多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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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看来都是从流民那搜刮来的东西。找到，在第15号储物架。黄总管还真是细致，为我们省了不少时间。嘿，第15号，第15号，就在这里。让我看看那本禁书在哪里。嘿，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不光仓库藏了那么多宝贝，办公室里竟然也挂满了。可真够贪的！你昨天做的那道菜，是不是还藏着什么独门秘方？你说清汤寡水，它不是你的陪标吗？怎么突然关心起制作方法？别跟我在这里装蒜了！什么清汤寡水，口味没变那么浓郁。我们说的是一道菜吗？还装傻是吗？我可是有1000种弄死你的办法。人开始，就这么个破厨子，竟然还敢拿人命做要挟，让我一拳干爆他！怎么又来劲了？我说过多少次了，现在需要隐忍。怎么紧张的想吐？看来你的确向我隐瞒了什么。说吧，关键的秘方是什么？在哪里？食材和配料都是你们提供的，我哪来什么秘方啊？我哪儿来什么秘方啊？就是这酸爽的滋味儿，随着食材的香气扑面而来呀！终于被我找到了！我终于能摆脱第9区，去往皇城飞黄腾达了！谢谢。你想明白了？他谢你什么？想明白了。的确是我错怪你了。
你去工作吧。哦，那我先回仓库了。刚才好像在哪个封面上看到有标题，在哪儿呢？啊，果然在这儿，这回没错了。菜就多练，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现在就差最后一步，就能一箭双雕了。不管他是怎么做到把自己口腔分泌的气味提炼出来，用到菜肴里的，而我只要把他抓来，割掉舌头，拿他的嘴当厨具，这样既能熬制出他的独门佳肴，又能让他彻底闭嘴。那么，我就是唯一能为烈王做这道菜的人了。进来。你把人叫来了吗？警卫队长他正好有事不在。有什么事，我能代为奉命。不愧是解说，真是太刺激了。虽然我看不懂刺激在哪儿，但为什么我也感觉到浑身燥热难耐？你看了也差不多得了啊，带回去再慢慢研究。哎呀，来人了。是，听脚步声，人还不少，并且还带着强烈的杀意。先把书放回去吧。不行，很可能那个主厨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如果万一被带走，就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还是得想办法把书带出去。啊！真是受够了这种东躲西藏的窝囊日子，让我发挥全力，来多少打多少。别急，我还有一个办法。看吧，我就说他做贼心虚了，现在把自己锁在里面，肯定心里有鬼。这样真能行吗？去，把仓库钥匙拿来。不用了。哦，时间刚好。你为什么要把仓库门反锁？你这个偷东西的贼！可恶，要是被他发现少了本书，那也很麻烦。他怎么会知道？搜他的身，一定藏在他身上。抬起手。啊！这是什么？啊！我就说了，他刚才从我办公室偷走了我的金笔，你看没错吧？人赃并获。这支笔怎么会在你身上？大意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注意力都在禁书上，疏忽了他异常的举动。抓人！都这时候了，你还要装缩头乌龟吗？都停下！真正的贼并不是他。你是不是疯了？还是跟他有一腿？现在人赃并获，你说什么胡话呢你？我手上这个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而它本应该是跟这支笔装配在一起的，而且是由我的父亲亲手制作的。他是一个画家，热爱创作，热爱生活。哼，你画的这么好，但也从来没给我画过画。之后，他不光为我画画，更是花了很长时间雕琢出了这支金笔，在我16岁生日那天送给了我。战争那年，他说自己先来第9区定居，再来接我和母亲，但从此就再无音讯。我之所以在这里工作，也就是为了查明他的下落和真相。黄中黄原来是你的父亲，那些画，所以真正的贼在这儿。看到画的时候，我还不敢确信，而这支笔就是最好的证据。你知不知道，只有人死了以后，他的画才会更值钱？别过来！你不是要知道真相吗？我现在就让你去下面找你爸，问清楚真相！卑鄙的小人！难道见死不救？去死吧！让真相永远闭嘴！什么情况？我刚才明明看到的是黄主管被刺，
怎么突然变成了主厨自己刺死了自己？刚才是怎么了？难道说是你？还有这种法术，竟然能把2个人瞬间交换？千钧一发，还好没把咒文念错。年轻人，那书你带回来了没？带回来了。那我情急之下把书全吃进肚子里了，既能躲过搜身，又能不让它落入其他人手里，踏踏实实的。啊！世上唯一一本古代禁书，怎么就被你这样给毁了呢？里面记载的可都是不得了的法术。没关系啊，整本书我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你全背下来了？年轻人，为什么不动筷啊？这些都是兰的拿手菜，不合胃口吗？啊，昨天吃书太快了，到现在还有点饱。在座的就没一个做菜能吃的吗？哎，对了，昨天一激动都忘了问你，搞出那么大的事是怎么离开中央厨房的？有个叫黄的女孩子是厨房总管，幸亏她及时站出来为我澄清了事实，并且在事发后担下了主厨的责任，同意放我走。看来你运气不错，碰到个好姑娘。虽然我很希望这是真的，但你说把古书上那么多禁术全都背下来了，我实在很难相信。我知道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来打破你的顾虑。让我找一个不具有危险性的来小试牛刀。这个不行，在座的全得死。这个也有点不堪入目，丧失伦理道德。这个也太过火了，18禁。这个算力压缩，找到了。古书上记载着一种叫算力压缩的法术，我现在就能演示给你们看。算力压缩？我入行这么多年，闻所未闻。雷万大法师，你能不能先教我一个咒语最长的法术？让我想想啊，哦，有一个很经典的，我来念给你听。等等，师傅啊，那个你从来没完整念对过，反反复复纠错太浪费时间，不如让他看我做的笔记。这一页就是师傅要念的法术。让我见识见识。我的天哪，满满一页的，的确够长啊。好，我记下了。你撕我本子干嘛？哎，被你撕了，我下回念的时候就找不到正确参考了。不好意思，先借用演示一下这个禁书的原理。你们看，一整张的法咒被我捏成一小团，这就是算力压缩的精髓，把需要吟唱的施法时间变成顺法，把大段大段的法咒压缩成为一个动作，这样再复杂的法术都只要设置一个动作，就像开关一样，使用便利和迅速。我现在就尝试把刚才记下的大段法咒压缩，然后汇聚成一点，化为一个简单而又炫酷的动作。师傅，你下跪做什么？这不是下跪，是威压！竟然把我们刚才传授给他的超长咒法，轻而易举地使了出来。刚才设置的动作是什么？怎么会是歪脖子？我早就跟你说别再扭，别再扭了！你看看这么重要的法术，竟然启动结果是歪脖子！都是你让我别动，之前他就算动的忍无可忍了。等等。现在好像歪过去歪不回来了。原来你的背后真的藏有隐情。这个声音，莫非是黄主管？我今天也从中央厨房那离职了，所以就别再叫我主管了。你们是不是在研究魔法？啊？哪有什么魔法？那他这是怎么了？我刚才在指导他健身呢。你看这深蹲，蹲得够不够深？快解除威压！脖子扭伤了，我背不回来呀。原来就是他。哼，别瞒我啦，我都观察好一会儿了。别担心，我来找你就是想要跟随你的。你帮我报了杀父之仇，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了，所以随恩人一起，不管他要去做什么，帮助他，就是我活下去的目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其中可能有蹊跷。他说的那么真诚，这你都看不出来？当然是答应他加入啊！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么草率和意气用事？果然你们是串通一气的。又来个谁啊？昨天做担保放他走，今天就提出离职，你们这配合打得也太明目张胆了吧？阿爸，不是你想的那样。主厨的死是不是也跟你们有关系？
那支金笔是不是你编造的故事？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主厨他罪有应得。作为警卫队的干部，我有权把你们抓回去，待队长回来审问。喵，快解除我身上的威压！卡皮巴拉拉卡。好啊，竟然还敢用法术！放开他，他们都是无辜的。无辜？你看看他的样子，像是无辜的吗？还敢对我挑衅？你误会了，我是昨晚落枕。没想到他这么厉害啊！小九妹厉害个屁！要不是脖子扭住使不上劲儿，他早就被我一拳打飞了。喵，接住啊喵！糟了！终于舒坦了啊！但你下手还得收着点。就让他睡上一周，怎么样？我的妈呀，总算起来了！我这膝盖跟你们年轻人比不了，再过一会儿估计得截肢了。你这是刚解除对我的威压，又对他用上了。我没歪头啊，而且用力掰回来之后，脖子倒是舒服多了。他好像哭了。啊？哭了？我说让你收着点，你看还没打着，人就被你的拳风震傻了。猎王啊！你是不是猎王？你这个昏庸无能的野蛮人，竟敢骗我！去死吧，五雷轰顶！冷静下。有种你别用金术，你不是很喜欢肉搏吗？来呀，再和我大战齐天齐夜！雷万大法师，我从昨天跟你解释到现在，是误会，误会。没想到竟会被那个叫阿巴的小警卫识破。猎王，你是不是猎王？你在说什么呢？我叫喵，这里哪来的什么猎王啊？他是怎么察觉到我的存在？你能伪装外貌、声音，甚至性格，但人是无法伪装和隐藏动作习惯的。刚刚您挥的那一拳，起承转合，一招一式，早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年兵荒马乱，我随着家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辗转了好几个地区。有一日竟然还遇上了土匪，他们丧尽天良，打劫难民，把我们仅存的资源也都抢了。正当我们惨遭欺凌之际，您就像厕所里仅存的一张纸降临到了我的面前，带着一众虎将把土匪们打得落花流水。正是那一刻，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清了您出拳的动作。我很早就对您的传说顶礼膜拜，一直希望成为像您一样的英雄，所以您出的每一拳都像从我眼前划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我每天都会把这个画面在脑海中重复播放无数遍，直到我今天又再次重温旧梦。他说的是真的吗？起义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打打杀杀，干掉几个毛贼，我哪记得住啊？但没想到无心之举对一个年轻人产生了那么巨大的影响，想想还是挺有意义。虽然我不知道猎王您为何会变成现在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敢再说一遍，我就让你再见识一下刚才那拳。但一定有您的打算。放心吧，我会守护好这个秘密，不告诉任何人的。当时我其实是从禁书里找到了一个叫猎心术的魔法，所以他才把我引射成为自己的偶像，产生了莫名的好感。这样一来，他死心塌地的成为了我们藏匿在第9区警卫队的眼线。哇，你这瞎话可真是张口就来啊！猎心术为什么没有对我使用？我一直不提倡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所以如果能猎得人们的心，那么我们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达成我们推翻那个昏君的目的。之前我还觉得这事得从长计议，既然现在有了猎心术和你深不见底的魔力，那就把全国人民的心都俘获过来。当他成为孤家寡人，取下他的项上人头，岂不是指日可待？
年轻人，还在等什么？让我们踏遍千山万水，走遍大街小巷，剥去男女老少的芳心吧！我觉得他本意并不是振兴国家，而是想去采花。但炼仙术只能对一个人使用。什么？这么珍贵的机会，你竟然就这样对一个小卡拉米用掉了？喵，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计划？没错，即使能对所有人使用这个禁术，但我们也不能永远依靠魔法来控制人们，必须用真情换取人民的真心。首先，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信赖和好感？一定是能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情绪上的。那么我们再来分析，情绪上的价值是最难给予的，它需要时间的培养；而经济所产生的利益是最快和最直接的。用钱收买人心是权贵们常用的伎俩。我们既然要推翻现在的暴政，就必须用最直接的利益交换，建立起坚决拥护和信任我们的势力。你为什么不坐着讲？站那么久，人都僵硬了。但我们哪来的钱？禁术里虽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印钞术，但有比钱更好的东西。现在的城区越是往外拓展，越是资源匮乏。第9区就算能混个温饱，但第10区就真的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那里的人民连食物都不够，更别说对钱的需求了。而我恰恰在备下禁术的时候，扫到了这样一个法术。造食术，能用魔法变出面包，那么就能先在第10区打下基础，配不上算力压缩，我只要轻轻动一动手指，便能高效的生产食物。腿都震麻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为什么偏偏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做这么奇怪的动作啊？你不是说变出面包吗？啊，还真出来了！别抢别抢，人人有份，量大管够啊！我要！给我来一个，我先来的，给我。别急，今天只是试运行，之后每天都有。来，去看看喵怎么样了？这里的面包都快卖完了。真是太感谢了。喵，面包快没了，你赶紧变。我到现在都没停过，该死的，炖到现在2条腿都快发抖了。哎呀，那我先把这些拿过去。让我稍歇会儿。写完了赶紧炖哦。知道了。这姑娘太冷血，太苛刻，不喜欢。你还有脸说别人？还不是因为你在不该做动作的时候做了个不该做的动作啊！啊，你不是说变出面包吗？还真出来了！啊！原本按我设想的，只要把造食术设置为动手指，哪需要像现在这么费力？喵，我对今天来领面包的人都做了下调研，有了这些信息，未来为他们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参考作用。黄主管就是黄主管，思维缜密，情绪稳定，细心体贴。我从始至终都渴望找到这样一个女孩，难道这就是初恋的味道？初恋？身为一国之君，你竟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一国真君太厉害，是什么新菜吗？喂，那边低价卖面包的是你们同伙吗？哪来的小毛孩，想搞乱这里的物价？第9区的食物供应链都是由我们梁老爷一手控制的，卖到第10区也都由我们说了算。哦，这就是他们卖的面包。梁老爷，第9区最大的财阀，没想到这么快就惊动他们了。烈，你可千万别冲动！竟敢对我的初恋动手动脚，不礼貌！人家还没这个意思，你自己别当真呐！哎，呸！什么狗屎玩意儿，真难吃！把污秽之物涂在我初恋的脸上，就像我纯白的毛衣上溅上番茄酱。这时候怎么文绉绉起来？竟然还押韵上了！怎么？不服气？冷静啊！初恋总是酸涩的，曲折和阻碍是人生道路上的小石子，不要在这里意气用事被绊倒啊！初恋啊，你还是条单身狗！你看他还敢侮辱我！你竟然敢对我进行呕吐喷射！你们几个给我上！爱江山更爱美人，海阔天空，只爱变无敌，都是魔鬼！爷爷，您怎么在这儿？孙子，我还要问你呢，年纪轻轻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所以提前下来跟我团圆了。奶奶，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想你。我也想你，想给你包饺子吃。奶奶，太公公，孩儿不孝至今单身，没让你们抱上孙子。哎，这
家门不幸啊！为什么？我看到太公公的手在挥，我的眼泪在飞。啊，这是怎么了？喵除了能变面包，还能大变活人了。你给我清醒一下呀！喵，你这是在干嘛？约法3章，不许在没有和我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瞎这么乱动。我们每天都会来，所以昨天来过的可以让给今天新来的先买。哎，拿好，这份是你的。年轻人呢，少熬夜，一个个的生活习惯怎么都那么差？难得一次，今晚早点睡，补个觉。家人们，我们是9区新成立的社团组织，致力于帮助大家争取更好的生活福利，改善大伙们的生活条件。其实不管是10区还是9区的人们都很勤劳努力，只是因为远离皇城，分配不到好的资源。是啊，我们这里土地其实蛮肥沃的，不给种庄稼都要从其他区进口，那当然不够吃了。所以家人们要团结起来。社团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人多才有发言权，请帮我们多多宣传，聚拢更多人。你准备就这样靠发传单建立一方势力啊？这只是一方面，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的面包可是没有成本的，所以即使卖的便宜，也能快速积累大量财富。那这些钱你准备拿来怎么用？我要买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你们都被他们骗了。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无缘无故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价格卖面包给你们，怎么可能里面没有猫腻？他们卖的面包有问题。看来你就是9区赫赫有名的梁老板了。今天怎么有兴致亲自到访？昨天你那个助理呢？我已经把他全身上下的零件都拆完，卖成钱了。你为了钱可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怪不得你身边的人一有危险就退缩了。哼，彼此。你为了抢我的生意，不也是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卖面包怎么就丧尽天良了？年轻人，做生意讲究一个诚信，我们卖的便宜是我们的策略。杨老板，之前在9区中央厨房，我们也打过几次照面，知道你是个讲理的人。诚信？使用魔法制作面包也算讲诚信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大家注意了，这些面包不是用粮食做出来的，而是他们用魔法加工出来的。为什么他会知道？之所以全国会推行禁魔令，就是此前魔法师利用魔法为非作歹，甚至就有人给食品添加魔法，把烂苹果变成亮丽的红苹果，让干瘪的肉类看上去饱满精壮，让不是面包的原料变成面包。他们所兜售的面包看上去松软可口，但它们根本不是面粉做的。你们也知道，9区和10区根本没有庄稼地，面粉的原料小麦都必须从更远的6区甚至5区运送过来。这些粮食都是我们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每天在为大家运送。我们没有提供原料给他们，他们又怎么做出面包？是有点奇怪啊。我以为他们也是从其他区进口的原料呢。运送原料的都说没给他们送过了，那的确可疑。我今天还要揭露一个更加惊天动地的真相：这些面包的原料其实出自他们的排泄物。我勒个去，他完全搞错了方向啊！我亲眼看到他们用这些肮脏的粪便，通过魔法变成了这一个个的面包。假的真不了，你来仔细尝尝。你是想现在体现自己的价值，还是等我把它拆了再体现？怪不得昨天助理也是吃了2口就吐了出来，一股屎味儿。那这么脏的东西再生成面包，也太恶劣了吧！果然便宜没好。好像是啊，昨天我邻居吃完，今天就拉肚子。味道是不太对。你可以找人检查这面包里的成分。黑的都已经被你变成白的了，当然有信心检测。哎，怎么还想动手？找不出自证清白的理由，就想用武力解决？我听说你很擅长使用暴力，所以我早有准备，请了警卫队过来维护正义。太好了，是阿巴，正好能帮我们解围。请你们解释下这些面包的来源。啊！这小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一点忙都不帮。众目睽睽之下，他应该也很为难。这年轻人不是中了猎心术吗？怎么，刚才的理直气壮去哪儿了？糟糕，的确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面包的来源。为了赶时间，还是疏忽了。当然，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我也能给你个机会。年轻人嘛，就算犯错也还有机会，而且就是在不断犯错中才能成长。我们的面包制作是有生产线的，并且也有正规新鲜的原料。你别信口开河，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瞧见？走吧，带你去见识一下。
么可能？原本以为是剧场里堆放着的杂物，没想到他们还藏着这些流水线机器。但这些粮食原料又是从哪来的？这些难道也是某种魔法变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这还得感谢蓝。昨天收摊的时候，他从背后看到你累得腿都在打抖。那个，他找我来商量，不能光靠你一个人出力，我们也要一起想想办法，帮你减轻压力。我连夜又找了阿巴，他一听是你的事情，毫不犹豫就答应帮忙了。蓝连夜用魔法把剧院里的一些道具重新拆卸组装成了流水线机器，而阿巴也从9区中央厨房的仓库运来了好多粮食和原材料。没想到你们熬夜是因为天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没想到今天正好能派上用处，为大家佐证清白。千万别因此更加迷恋我。梁老板，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在我看来，这是良性竞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请离开吧，不要打扰别人的正常经营。明明我才是爽文男主，为什么反转却发生在他身上？听下面人说了，你今天搞出个乌龙。别提了，忙没帮上，最后还让我下不来台。好了，我也没时间把精力浪费在这种小事上。这怎么能算小事？不管他们用了什么方式，如果能用那么低廉的价格竞争，以后我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现在哪儿还有闲心做生意？龙傲大人给了我3天时间，让我交人。既然那群人是个麻烦，那就干脆让他们麻烦更大一些。你应该听说过9区的地下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叫凶的怪物吧？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放出来，这样鹬蚌相争，可就有大麻烦了。累死我了！昨晚连夜蹲出了加倍的量，确保今天我不再顾买。年轻人，你说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到底去哪儿啊？嗨，我这2条腿实在是撑不住了，也得休息休息嘛。哎，别忘了啊，最后还剩1项。现在都齐了。啊，黄主管人呢？他怕供不应求，想用昨天拼装的机器和原料做些存货备着。没想到小兰临时用魔法拼装出来的机器还挺好用的，她真厉害！我也要加油了！不愧是特我出息的女人，细心勤奋，还懂得顾全大局。今天要辛苦你们了。你上夜班，我们上早班，彼此。先找人问问他住哪儿吧。你要去找谁？那个财阀。什么？前天派人来砸场子，昨天指着鼻子质疑我们，你这还要主动上门去找他？因为我有个必须要买的东西，找他商量。姚总，你看我这花园可是花了不少钱，前前后后搞了3个多月才建好。左边这片属于亚热带植物，好养又好看；右边这片呢就金贵很多，还要配园丁每天看护。9区都穷成什么样了，竟然还有资源弄这么铺张浪费的花园？喂，要听他唧唧歪歪显摆到什么时候啊？赶紧夺回我的身体，我第一个就要把这里查个水落石出。糟糕，能当武器的零件都被他腐蚀完了。怎么，小把戏都耍完了？小兰，你还有没有威力更强的魔法？有是有，但需要较长的吟唱时间。好，我来帮你拖时间。你别傻了，你根本知道，但总比坐以待毙来的强。怪物，来吧！第一，我讨厌被人叫怪物。今夜星光闪闪。第二，我最讨厌魔法师了。我爱你的心满满，想你一晚又一晚。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是全力挥了下去，不是因为你的魔法吗？你又是谁？在我还没有向他当面表白之前，谁都不许动他。你们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到你？还好，就是有些轻微的皮肉伤。没想到爱情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奋不顾身。啊，喵，你的手！我全身上下都被毒物浸泡过，这些腐蚀性液体不光能破坏，也能抵御进攻，无法接触我的身体。力量再强，你能拿我怎样？让你死，不需要弄脏我的手。练，这次多来些法力吧。好啊，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准备好，去死了吗？雷万大师可真厉害，没想到这招这么凶险啊！嘿，给我看看伤在哪儿了？啊，来，你怎么样？赶紧看看，有哪里不舒服吗？烈王，有个重刑犯越狱，你们要小心。我就感觉那个姓梁的没安好心，原来的确是在拖延时间。姓梁的，你去见了那个财阀？我真该死，怎么会担心起他的安危呢？他可是烈王啊！喂，不是说好每个人都会有的吗？做生意能说话不算话的呀！就是，踹你妈！退钱！大家稍安勿躁，备货马上就会送到。你们再不来，我就顶不住了！我还能行，就让我去吧。年轻人，我看你2条腿打抖都快打出火花了。因为昨天机器被砸烂了，我加班加点蹲到今天早上，的确有点遭不住。他们都放出重刑犯来对付我们了，万一我不在，他们出事了怎么办啊？好，我再帮你争取一次。我还能行，就让我去吧。好吧，想去就去吧。什么？你倒是再坚持一下的！哎呦！你看看你，腿都软成这副德行，还逞强呢。他生气的时候看上去也好认真啊。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光天化日，那么多老百姓看着，他们不敢乱来。有道理。那我们就听黄总管的，在家好好休息吧。到底你是担心他们还是担心他呀？啊，你什么意思啊？别觉得是初恋就一定是舔狗哦。此地无银300两，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你自己心虚了。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都是开门做生意的，干嘛一个个都绷着个脸嘛？我这次来是想把昨天没谈完的生意继续谈下去。你就别装了，昨天你带我这个刘姥姥逛大观园，明摆就是想拖延时间。你早知道那个重刑犯会来袭击我们吧？哎呦嘿，你好像掉了个东西。什么？坐下的动作也会发动造时术？坐下的时候注意双腿弯曲的幅度，刚起的份全没了，还不都是因为你呀！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开挂偷窥会误以为他是通过那种肮脏的办法制造面包。刚才近距离观察，清清楚楚看到他坐下的瞬间，面包就凭空变了出来。看来他极有可能跟我一样，也是穿越过来有卦的人，而他的卦就是创造食物。哎呀，那兜里掉出来了，刚热乎的，你要不要来一把？机器昨天都被砸烂了，还能这么快新鲜出炉？别演了，你跟我一样，都是有卦的人，对吧？有卦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有什么卦？好吃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应该携手合作了。你出力，我出钱，一起把这个世界征服。我昨天也正是想找你聊钱的事儿，我要10个亿。多少？10个亿？你要这么多钱干嘛？我要买一样贵重的东西。滚！好了，这边在结账了。请等下，大家稍安勿躁。给我来一个面包啊！
一个？你确定就只要一个？开摊到现在，每个人都图便宜，采购一大堆，这人怎么只卖一个？奇怪。对了，现在备的货还能卖多久？最多还能撑2个小时吧。年轻人不知道和那个投机倒把的混蛋聊了些什么。这面包看着没毛病，就凭那几个家伙有这能耐。我下午的时候觉察到了一股强烈的魔法气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魔法？哦，对了，我正想明天跟您汇报来着。他们好像都跟魔法有关，极有可能兜售的面包就是用魔法加工出来的。你说什么？魔法制造食物？对，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的确因为他们的出现，第9区凭空出来了规划之外大量的面包。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造食术是早已失传的法术，因为害怕魔法食物泛滥，导致整个劳动力和商品生态遭到破坏，而被列为禁术。如果能被我找到，是他了，没错，这种吃了等于白吃，吃饱又像没吃的空虚感，就是魔法造食所带来的。Yes。是这的呀，还是他领呢？在我把他搞清楚之前，还是要低调行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特别是另外几个虎视眈眈的家伙，我要依靠着禁术得到他们的尊重，重获猎王的认可。这么安静，难道昨晚太累，已经在补觉了吗？哎，什么动静？闹够了没？你闹够了没？一体勇士只能情况变得更复杂呀！想要成功，必须遵循策略、汇率跟奸商勾结，这就是你的策略。冷静些！他找那么危险的中心方向害死你们，还信得过他？他这是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我没头脑发热，我是理性判断后才做出的决定。他是有问题，但有问题不代表不能相处。两人互相知道了对方的需求，就能对症下药，给予满足。我懂了，年轻人呐，让他一个人先宣泄会儿吧。还满足他？疯了吧？合作当然要达成互相需求的平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获取权力，推翻那个冒牌货的进程。偷来的、抢来的东西要解放。我刚想让你自己发泄，但看来你已经达到了过度自残的倾向，还是让我来帮你疏导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吧。雷万大法师，你都知道了？我到底大你好多，吃过的盐比你啃过的面包还多，怎么会看不懂你现在的困惑呢？青春期嘛，年轻人无非都是为情所困，喜欢了不敢说，说了怕被拒绝，诸如此类。等等，你在说什么呀？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好歹你也叫我一声师傅，那我不光要教会你魔法，更要教会你做人。你是在暗恋黄总管吧？我早上888劝了你半天都没用，但黄总管一出面，3言2语就把你说服了。特别是你听他讲话时那个眼神，都快拉丝了。跟你说了收敛一点，你的行为会影响我的表现。有吗？那么明显吗？我知道，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缺乏的就是表白的勇气，但你也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责难自己。你看你刚才把自己都虐成什么鬼样子了？没，我不是因为这个。勇气这种东西，就算像我这样的顶级魔法师，也没法直接变给你。但是，这雷万大法师，你这是要跟我喝酒？我酒精过敏，喝不了。这2杯都是你的。区区2杯啤酒算什么？登基之后就没有喝过馆子里的扎啤了，正好让我畅饮一把。我答应过小红不再喝酒，你可别再添乱。哦，刚刚是谁说合作就是要达成互相需求的平衡的？哎呀，行，豁出去了，你可别后悔。好了，你别被我爸一提酒来劲，少喝点儿。好，爽快，再来！哎呀，你忘了你喝完酒老毛病就会发作的吗？看这架势，的确有心事，心事还不小呢。2杯就要吐了吗？我酒量好着呢，喝再多都不会吐。只有一个问题，年轻人，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胸中涌出，直冲脑门？这就是勇气在上头。你借此机会一鼓作气，大胆表白。我怎么回来的？你说要跟谁表白？难道断片了？我没喝呀。我喝
喝完酒就会不停打嗝，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别忘了，你继承了我的能量，但你现在把持不住。来了，再打下去会把这里毁掉的。糟糕，在城里往哪打都有可能造成破坏呀！你往天上打不就好了？这么大的威力，还不把禁卫队和闲杂人等都招来呀？但你也来不及跑出城来呀。有了！刘万道法师，怎么就你一个人？喵呢？哦，他呀，地震了！哇，所幸没有造成大碍。你现在知道我喝酒的后果。这是我发明的一种咒语，根据敲打的不同频率，能传达各种词句。嘿嘿，我打出的这个节奏的意思是，我想你。怎么，终于打完了？雷万大法师说的没错，这2杯酒的确帮我把心意传达了出去。你傻笑什么？是不是真喝多了？龙傲这个家伙。在第9区搞什么呢？这小子可真够疯的，拿出10个亿是要我倾家荡产啊！让我再好好算算这笔买卖。等等，这里不能随便进来。嗯，你谁啊？好消息，今天收入恭喜破万。年轻人，你这惠民政策准备怎么扩展？好了，都傍晚了，要来找你谈生意早来了。今天我看没戏喽。不应该呀。年轻人，不好意思，走神了。我们卖便宜面包要卖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老百姓拉拢成我们的人？还有这些赚来的钱，你准备怎么用？好啊，原来你们在计划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看来我能赶在3天期限内交差了。你没事吧？我还好，但是禁卫队队长怎么会找上我们？那还用问？前天的袭击也一定是他搞的鬼。你冷静啊！我当然知道要冷静。之前消灭的是重刑犯，当然没人在意，而他是警卫队队长。如果有个3长2短，势必惊动整个第9区，甚至那个冒牌货。但不好意思，我就算有你长远的眼光，但还是会做只顾眼前的笨蛋，因为眼前有我需要保护的人。比起用利益获取人心，我更在意的是情。我就是这么一个只懂江湖义气的莽夫，也正因为如此，我甚至连这里的人民过着不公平的生活都不知道。所以，这次我会听你的。对了，有人说欠了你们东西，让我带过来。这条命就还给你们了。阿爸，想好怎么做了吗？作为回礼，主厨的死和你们真正的目的，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了吗？讲话能不能别贴这么近？我的打嗝都被你吓好了。你刚才使的什么魔法？果然有问题。既然不肯配合，那就让你们尝点苦头。冷静思考过了，我要他死。听你的！
到底什么来头？你们两条废物，给我起来！他竟然会使用强化类法术。既然你要舞刀弄枪，那我也就不客气了。2把狗头斧还不如我1把菜刀好。你刚才说思考过后要他死，是什么意思？因为只有死了，他才有用。我刚刚在脑内检索蔡就多练上的禁术，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魔法，用它既能保证警卫队长的死不会被发现，又能为我们之后的计划加快进度。竟然还有这种魔法！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禁术？没错，炼尸还魂术。队长！啊，好，好，我很好。队长今天是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是啊，平时跟他打招呼从来不回。我很好是什么鬼？哪有人这样讲话的？你这是做贼心虚，生怕人家发现那是个傀儡。而且就看他昨天那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平时估计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好了好了，还唠叨个没完了，我挑挑演技还不行吗？你这个什么炼尸还魂术是不是盗版的？怎么都不能离线操控，连视觉都要在线同步。是，又有人来了。队长好！你这演的也太浮夸了。我找着了！昨天去商店街缴来的安全保障费，是我临时拿了些准备给家里人周转用。本来想下周能偷偷还上，没想到逃不过队长您的火眼金睛。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看来我演的还是挺逼真的。安全保障费，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种东西？喵，我煮了茶。应该差不多了。等下我就找个人多的地方，捂着自己心脏喊痛痛痛痛痛痛痛。喵，你心脏不舒服吗？是蓝啊，没有啊，我挺好的。你真的没事吗？人在你左边，往左转45度。没事。喏。啊喏。
什么呢？喂，人家给你递茶呢，赶紧接啊！哦，谢谢啊。嗯，我是摸到茶壶了吗？怎么这么烫啊？哎呀，错了，往下。干嘛？我喝茶呀。人家以为你要吃豆腐呢。你还有心思喝茶啊？这个人是谁啊？我限你3天之内找到厨师长真正的死因，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你准备好给我一个交代了吗？看样子他是上面派来的人，你认不认识？我当然认识，他是负责全国后勤的总管龙傲。起义之初，他也是最早加入我们的。那时的他还是个莽撞、天真的小男孩。哈利，还有，你之前说的可疑商贩，我也去调查过了，的确他们卖的面包是用魔法制作的，但今天我再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哦，对，我正要向您禀报此事。经调查，他们中的某个人偷学了禁术，所以能凭空变出面包，还能操控厨师长自杀。但我昨天想要去捣毁他们窝点的时候，发现这帮人已经溜之大吉。据说是去了8区，想要避风头。8区，他们要避风头，为什么要去8区，而不是去地广人稀的10区呢？可能是想利用逆向思维吧。对了，你刚刚是不是提到了他们还会用操控类的禁术？不好，难道被看穿了？他这么厉害的吗？原来那么害怕被我看穿他的爱意吗？怪不得会心痛，原来是因为一直被我看穿。那刚才打的那一下，会不会让他更伤心？唉，都快熟了的烤鸭，怎么能让它飞了呢？我去趟8区，继续找他们的线索。如果你撒谎，我还是会回来要你的小命。总算是混过去了。看来最近的一系列动作已经惊动到皇城里的人了。不行了，刚才那段演得太累了，体力和眼力都快透支了。话说，那个龙傲靠不靠谱啊？平时做事效率怎么样？不会第2天立马就杀回来吧？安排他负责后勤，就是因为他能力和天赋都很普通，但是人还是很聪明的。哦，对了，来，不好意思，刚才我……人呢？给你留言了。摸摸头。摸什么头？喵！你为什么又对我使用威压？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一歪头就又触发了。你这招干脆改叫歪头杀算了。安全保障费是为了守护9区商家们不受混混们侵扰的钱，每周都会提供给警卫队。守护百姓安全不是应该的吗？啊，这不是你定下的规矩吗？我可从来没有立过这么无耻的法条。这样看来，这个警卫队长跟主厨一样，也是个借用职权贪赃枉法、谋取私利的蛀虫。一般这种人都需要有个地方窝藏这些掠来的财富。果然不出所料，好一个地下密室！我的天哪，地下藏着1房间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价值加起来，少说也有好几个亿了吧？可恶！9区每次上报的时候还说因为资源匮乏，所以经济困难，民不聊生。没想到都被这些蛀虫给私吞了。竟然还有魔法基础教育丛书，怪不得他会使用强化类法术。待我拿回身体后，一定要将每个区里的蛆虫都抖落干净。山高皇帝远，越远的地区越得不到关注，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够了，别阴阳怪气数落我了，我知道错了。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夺回王位，这里的金银财宝正好够我们买官。不可以，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还给他们。我们只是暂时拿来用用，为的不就是让你能尽快拿回政权，重新调整治国方针吗？那我们跟那些利用职权谋私的小人有什么区别？这片土地是我的家园，正因如此，所以土地上的人们都是一家人。如果为了自己，为了当王让家人们受苦，让家人们吃不起饭，睡不好觉，
那这个家还怎么能支撑下去？家将不家，国将不国。如果连家国都没了，那我当这个王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这笔钱要先还给百姓。有了他们，我们今后的努力才有意义。唉，你这是在干嘛？好吧，这次我听你的。你要把这些金银财宝搬去哪儿？不是你说的吗？物归原主啊。今天是怎么了？天降财富！老婆，快来看，财神爷显灵了！哎呀，太好了，这下有钱看病了。我们可以买新房子，有新家了。怎么样？这下你满意了吧？没想到撒地的感觉还挺爽的。都撒完了，最后是压轴好戏。还有节目啊？怎么样？最后的烟花秀不错吧？这招叫什么？怒放的生命。娘，我热了牛奶，这是为我准备的烟花吗？兰，看来我不应该给他留言，让他以为有了机会，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表达爱意。给，牛奶。不好意思，你终于来了。那么晚，打扰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他们又把撒出去的钱给送回来了？我以后养老可就指着你们了啊！好嘞，谢谢您的信任，一定帮您保管好。没想到竟然还有比卖零成本面包更赚钱的办法，这年轻人无可限量啊！他们为什么会把刚拿到的金银财宝存到我任这儿？何问题都欢迎来找我咨询。没钱的时候，人们不会有贪念，但一旦有了钱，往往就会想要更多。所以，适时推出理财计划，帮助大家钱生钱，稳定提供收益，自然就会得到追捧。哎，理财？那不是我们每个月还要支付一定的利息给他们？不对啊，那我们根本就没有支付利息的钱啊！哎，别担心，还利息暂时用不到这些存进来的本金，我要用这些钱投资更有价值的东西。没想到你还真做到。怎么又是这个姓梁的？年轻人，这次可都是百姓们心甘情愿交出的真金白银，你再眼红也别想找茬。是我让他从后门进来的。为什么？哎，他也是来给我们送钱的。啊？他来送钱？那么晚，打扰了。看来你最终还是想清楚，接受我的提议了。是门好生意，但是我算来算去，怎么都不可能凑出10个亿，最多只有……看来还要想办法尽快筹集另一半，但光靠卖面包效率还是不够啊。对了，我有办法了！10个亿，你们筹集10个亿是要干嘛？我要把第10区区长这个官衔买过来。买区长？哎呀，背着价值连城的财宝亲自登门拜访，这够有诚意了吧？人呢？特地跑一次不会吃闭门羹了吧？放心，我已经找人牵好线了。你就是第9区的梁老爷。正是在下。听说你有生意要和我们区长聊？是笔大买卖。这人又是谁？啊，是我的合伙人。对不起，阿姨，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我帮你把灰拍掉。
给我消失！姐姐，孩子小不懂事，还请脚下留人。而且谈生意前见喜，可不吉利。臭小鬼，还不快滚！下次再敢碰我的高跟鞋，我就让你用舌头将它舔干净。哼！啊，虚惊一场。这第10区办公室里都养了什么鸡零狗碎的玩意儿？没事吧？谢谢你刚才帮忙解围，以后还要长期合作，这点默契都没怎么行。这家伙还真是见钱眼开，自从开始合伙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嘿呀，梁老板，久仰久仰，是什么风把你这位第9区的贵人吹到我们这小破地方来了？区长您客气了，这次来是想谈笔买卖。那当然好了，先坐，坐下慢慢谈。具体是什么样的买卖啊？首先声明啊，我们第10区可没钱买东西，如果卖的话，不知道梁老板看中我们什么值钱的宝贝了？没钱还造这么豪华的办公厅？区长大人，我们是想买您这个官衔。你们是想花钱当区长？梁老板这玩笑有点开大了吧？区长是靠选举产生的，怎么能用钱收买的？我们已经把钱带来了，您看，我准备出价10亿，这只是一步。您就算在10区拼了命的挣钱，就凭这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榨不出半点油水。别说10个亿了，我相信1个亿都费劲。我们赶时间，希望今天就能敲定。如果还要犹豫，那不好意思，过时不候。难道真的会为那点钱把这么重要的行政权力交出来？当然会，因为他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你们别太过分了，把我们区长当什么了？10区是穷，但也不是你们这点臭钱就能收买的。好，我愿意卖。你说什么？去准备下合同和文书，今天就和他们签了。好，我这就去准备。还真就卖了！百姓选择你是信任你，让你为大家造福的，你怎么只顾自己的利益？爽快！没想到区长您这么识时务。那当然，因为我这块也是买来的。我本以为花5个亿买个区长，每年油水能捞不少，但没想到这破地方真是一毛不拔。现在别说回本了，我连个头寸都赚不回来。那这10个亿对你来说的确是笔好买卖。什么？他也是买的？竞选机制难道都是儿戏吗？等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斗他个水落石出。就是他们，这2人涉嫌贿赂、敲诈和胁迫区长，现在人赃俱获，把他们抓起来！居然这么快就出尔反尔！哟，干得漂亮！怎么样，我是不是很懂事？把他们关到牢里去！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到底是谁在腐化这个国家？倒是越来越有进步啊！没当着人多的时候再发脾气，但你现在发泄个没完，我也很累的好吗？事已至此，你闷头发什么脾气呢？来坐会儿休息休息。被摆了一道，你怎么还那么淡定啊？你敢带着那么多钱来，一定也是有预案的。刚才不是我放屁啊！哎，对了，天都黑了，还没吃东西呢。先做的，要不要来一个？不了吧，我对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还是有点怕怕的。除了有点空虚，但填饱肚子还是够了。我很好奇，你的预案到底是什么？哎呀，吃饱了，有力气干活了。干活？你这是要越狱？哈基巴塔乌里玛里，克塞西西乌里巴巴头，迪塞古里塞西塞弟弟。真是搞笑，居然还想把我这区长给买走。但你刚才答应那下可把我吓到了，我真以为你要抛下我跑路了呢。哼，花5个亿买的，让我花10个亿买，当我傻呀？当然是这15亿我都要。那你还要不要？要，当然要，我全都要。哈基巴塔乌里玛里，巴特西西乌里巴巴头，古里瑟西森弟弟。哎呀，松手，搂得太紧了。说什么呢？是你搂我脖子搂太紧了。
这是在念法咒啊！雷万教我的幻化术，能够以物换物的高阶法术。完工，把这对为虎作伥的害群之马解决了。你远程操控把他们俩给……啊！解除了法术以后，现场不留一丝痕迹。那刚才你一边扭一边念叨，到底是在干嘛？今天带的那些财宝，其实是我用幻化术幻化而成的。什么？既然你一开始就准备用假钱，那为什么要筹集10个亿？因为我是真打算利用那笔钱把第10区振兴起来。但你怎么说服10区区长？何况他如果发现那些钱是假的，那岂不是更要迁怒于我们？他呀，已经被我搞定了。不信的话，我让他来跟你打个招呼。什么意思？区长大人，晚上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诸位，请往里走。你又不会真把区长给收买了吧？哦，这10区区政府真是超脱想象，非比一般啊！浪费。10区被边缘化多年，百业荒废，发育不良。如今我想明白了，要重振旗鼓，必须招贤纳士，输入新鲜血液。所以我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内务部门 ，DOG， 简称疯狗小队。疯狗？这是要干嘛呀？这几个人哪来的？区长是被狗咬发疯了吧？难不成要我们去咬人？好像很有趣的样子。我觉得就算给了钱，这也不像是区长能讲出来的话。区长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你操控？其实他已经被我幻化术给解决了。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副傀儡，明天我们就能操控这副躯壳，宣布展开新政。喂，又跑偏了，那换个方向。哦，先把雷万大法师他们接过来，然后将原来区政府内的团队清理一遍。10区能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一定有很多人在混日子和摸鱼。区政府作为10区最重要的核心发动机，必须要做出改革。所以，从今天起，在场的每一位每天都要准时打卡写日报，把未来1年的工作计划今晚之前都交上来。如果办不到，就给我从区政府滚出去！区长真是疯了，还等什么？赶紧跑路啊！要不是胡少钱，都谁在这待着？还真就没一个真心想干事的人呢。我预料到会实行的，但没料到一个都不剩。这帮饭桶之前到底是怎么混进机关岗位的？年轻人，果然是你用禁术在操控10区区长。你没事吧？我当然没事。喵，你不是说来买官吗？怎么把人给办了？我预感到这区长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提前做了计划。果然他想私吞我们带去的钱财。但你这样一折腾，整个区政府都没人了，光靠我们几个怎么可能把10区振兴起来？别担心，总能找到心怀理想的人。我这就去街上招贤纳士。你说从哪儿招？大街上拉人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我是想先找些居民了解一下情况，但10区这街上连个正常人都很少看到。小伙子，我看你印堂发黑，也没必要留着钱了，不如给我画画吧。没想到硬件破败不堪，软件也一塌糊涂，要饭的素质都这么差。话虽这么说，但能帮一个是一个吧。小帅哥，你有钱别乱花呀！给他还不如给我，我比他更可怜，求求你帮帮我吧！我家里还有10几个孩子要养啊！你他妈是养猪的吗？你养10几个，怎么要你管？给我闪一边去！这钱是给我的，你闭嘴！我的是我的，给我！我的！喂，你去哪儿啊？耍回来！我要是饿死了找你赔葬！你个丢人的小兔子！看来光靠钱很难让这里的环境立刻发生改善呐。都是我的错。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一个地方从骨子里就没有想好好发展，那受苦的最终是这里的人民。10区落得现在这副模样，是我疏于管理。我自认为在政策上已经足够引起重视，但在执行层面，我的确太过信任手下人，
忽视了细节把控和紧盯他们落实到位。好，就按这样来，你们去办吧。而每每我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国家，一片繁荣的，其实只有眼前的风景，而远处的地方，因为目光不可及而被忽略了。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竟然给忘了，我真是个笨蛋！笨蛋！喂，你要去哪儿啊？回来！小朋友，你没事吧？哦，原来是你。你是空手接鞋跟的大哥哥，那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喵，你呢？喵哥好，我叫小石头。啊，对了，小石头，你知道第10区哪里能找到读书人吗？我就是啊，你看我正要去读书呢。我说的意思是，嘿嘿，我当然知道，跟喵哥你开玩笑呢。我的老师就是很有文化的读书人。啊，那太好了，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笨蛋！小石头，10区现在有几所学校？没有学校啊？那我们这是去哪儿？这里战乱后就一直没什么人管，学习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还是有像我老师那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希望给这里的孩子重新树立信心，教我们知识。但没有区里的支持，所以只能窝在自己家里，偷偷摸摸给我们上课。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们恨不恨自己被我遗忘？你们会觉得这是烈王的错吗？为什么要恨烈王？没有他，现在还在战乱；没有他，我们可能还会被魔法师欺压呢。他在那么远的地方，要管那么多事，也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学好知识，把第10区重振起来。当年我也是这样。我要振兴第10区，振兴这个国家。要振兴第10区，振兴这个国家。这里怎么不好了？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不懂事的粗鄙之人，才会闹得大家鸡犬不宁。你好了，烈，我们走。明明是他烧了我们的摊子，为什么我们要跑？你冷静下，回家再说。对，他说的没错，你们不能就这样跑掉，乱摆摊可还是要罚钱的。啊，对不起，我晚点就会把罚款交过去的。凭什么？错的是他们！我说了不能走就不能走。叔伯，看到了吗？这就是违抗魔法师的下场。既然没有了王法，那我就要为天下人主持这公道。找死！速度和力量怎么可能？我当时以为饿的是魔法师，只要把他们铲除，第10区就能变得更好。但是没想到，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制度和约束。现在的第10区比当年更加糟糕。现在你能看清这个道理，还来得及。你们干嘛？你这建筑就是违章，我们要修路，必须把它给拆了。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有你们这样修路的？老师，这是区里的规划，你有什么资格质疑？什么规划让你们这样反反复复的修路？你看看这些路，每天每月都在被你们挖了铺，铺了又挖。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想把路修好，就是想赚修路的钱。还有这种事？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的确批过第10区的基建改造费。好，就按这样来，你们去办吧。另外，还有个重要的费用需要烈王首肯。第10区因为战乱，很多道路都已损毁，所以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区里希望能拿到一笔钱把路修好。那当然要修，不光要修路，还要把第10区的街道风貌都翻新。我本以为这笔钱能将家乡重建，现在看来，只是喂饱了某些人的口袋而已。你们这些把国家给的钱中饱私囊的蛀虫！我没事。国家给的钱让我修路，我不是在修吗？
咱修得好修不好，谁管得着？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眼里还有没有百姓？还有没有猎王？猎王？他在遥远的皇城，那不管你啊！我就在这儿。嗯，你谁啊？我是来帮你修路的。啊？你是哪儿冒出来的陈谋生？想抢生意啊？啊！刚刚发生了什么？啊！老板，路一下就被铺平了。你是不是用的魔法？大胆！有禁魔令还敢用魔法？你不怕被猎王降罪吗？不是你说的吗？猎王在遥远的皇城，哪儿管得了你？哇，我的眼睛都跟不上他摇摆的速度了。啊，完工。这修了1年的路，就这样铺平了。怎么样，符不符合你翻新道路的预期？嗯，不错。哎，对了，刚才那几个人呢？地上怎么都被拍在地面上了？哎呀，刚才玩的太过火，没注意到他们。唉，贪赃枉法迟早是要被我处刑，这是他们罪有应得。这位豪杰啊，不知是从何方而来，但得您相助，真是万分感谢。谢谢大英雄。没事，举头之劳而已。哦。哎，对了，我又想到个主意，能让时区快速变强。是什么？传授魔法，把时区所有读书人都武装起来。把时区的人都武装起来，这里的人吃都吃不饱，更别谈战斗了。谁说我要武装他们的武力？体魄不行，那就靠学习魔法来外道超车。什么？你要在整个时区推行魔法？没错，经济发展需要一段时间，而这期间也正是普及魔法的好时机。我们两手一起抓，两手一起硬。如果信得过，搞经济就交给我吧，这样你们就能腾出更多精力培训魔法部队。9区还有很多我生意上的伙伴，我去联络一圈，应该可以加速招商引资。怎么样？这家伙前几天还跟我们有深仇大恨，现在突然摆出一副忠心义胆的样子，我怎么就不信呢？好，那就拜托你了。平时小心翼翼，今天怎么大大咧咧起来了？因为我相信，让合作关系牢固的，永远都是有利可图。好嘞，这就出发，明天等我好消息。雷万大法师，如果把读书人都聚集起来，你给大家上大课，你预估多久能有成效？哎，年轻人，本不想泼你冷水，但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有些人天生魔力充盈，而有些人一辈子都和魔法无缘。学习魔法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天赋。这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昨晚翻阅禁书时找到了一个办法。有一道禁术就叫魔法灌注，它可以将我体内的魔力赋予他人。什么？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法术？那岂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魔法师了？麻烦你跟蓝河黄总管去发动群众，踊跃报名参加面试。OK， 没想到魔法复兴就在眼前啊！为什么还要面试？既然能分享魔力，当然要人人平等。如果人人拥有了魔力，那到时候会反而带来混乱，所以必须先让一部分精英学习和掌握。你这和那个昏君有什么区别？
我当时要推翻的不就是魔法造成的阶级制度？当时是粗暴的靠天赋来做判定，恶棍、暴徒都能借此实现跃升，而我现在是优先选择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加以培养。但是，万一……行，就按你的想法试试看吧。没想到经过这几天相处，他竟然学会了尊重他人意见，能披荆斩棘登上王位，看来还是有他的道理。好了，准备开工。哎，你这魔法灌注怎么个用法？面试一共3道题，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来。你好，老师。准备好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彼此，请出题。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原来时区读过书的人还挺多。哎呀，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说，这招怎么使？首先要将体内的魔力引导至指尖，然后念出法咒。我指尖闪耀的魔力是你此生不变的信念。看，这部分的魔力就被提取出来了。这些算多算少，怎么估量呢？我能感受到你蕴藏的魔力如汪洋大海，而我只是从中取了1汤勺的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赛爆他了。不对呀，这法咒只是把魔力提取出来了，但没有灌注这一环节。恭喜连过3关，老师您可以往里去接受魔法的洗礼了。感谢，承蒙关照。太好了，第一个通过考核的是昨天那位老师。没想到昨天是新任区长微服私访。不敢当。老师，那我们开始吧。好嘞，您受累。魔法灌注！为什么没有啊？杀手也太狠了吧！技术上没钱，从哪里灌进去啊？不是说给我们注入魔法吗？怎么看着像是要注入医院了？大家别担心，他刚叩拜师傅磕破了头。不是眉心，那应该是哪里呢？你戳人家脑门怎么戳得进去？当然是要找开着口的地方啊！恭喜你通过考核。魔法灌注！大家别担心，天干物燥，流了点鼻血。恭喜你，请往里走。我能相信你吗？睁大眼睛看着我，那是当然。我真是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大家别担心，学习刻苦，用眼过度而已。魔法灌注！大家别担心，魔法灌注！恭喜！魔法灌注！喂，年轻人，回头是岸，魔法世界的大门正向你敞开着呢。师傅，别喊了，这里既是魔法门，也是鬼门关。你这禁术看来不是用来助人为乐，而是专门出手伤人的。哎呀，好了，别理我了，这都被你想好了。请赐予我力量。还有高手。听说今天区政府举办魔法传授大会，我愿以身试法。年轻人勇气可嘉，请问尊姓大名？我叫大腿，大腿的大，大腿的腿。终于来了个正常人啊！这个名字听着就很靠得住。锄禾日当午。我爱菜菜子。他是不是在耍我？黄主管，冷静，现在只剩他一个了，再换道更简单的题试试。答对了，下一题，太阳当空照。我爱菜菜子。又答对了，下一题，请你简单阐述下想学魔法的原因。我都说过2遍了，因为我爱菜菜子。他是我的偶像，但是我们却隔着千山万水。
他正在一去演出，所以我的毕生梦想就是能有朝一日亲眼看一次他的演出。你学魔法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追星？我不能接受你。抱歉，这次魔法灌注的人选必须拥有家国情怀，振兴第10区才是我们的目的。放屁！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强的力量！我才不管什么情怀与振兴，我只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并且我为此不懈努力。你不灌注我，我就在这里应援到死！年轻人，休得无礼！有意思，从没见过这样的身法和体术。看看你能接我几招！注意收着点力啊！痛快！没想到在第10区碰上这样一个习武的怪才，那就再调高一层力量陪你玩玩。你干嘛打断我？我认可你的说法，他的确是个怪才。也正是因为观察他舞动时的破绽，才让我想到了魔法灌注的正确路径。我指尖闪耀的魔力，是你此生不变的信仰。我要变得更强，我要去干再！魔法灌注！成功！你没事吧？怎么样？有魔力进入体内的感觉吗？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我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年轻人别紧张，一口气被灌入大量魔力，身体机能是会受到冲击。你再看看，还有哪里不对劲？难道真变魔法少女了？还是被我找到正确的使用方法了。果然是禁术，如此别具一格。那么接下来就该加快进度，批量处理了。父老乡亲们，为了家国情怀，快来接受灌注，武装自己！魔法帮第10区走出困境。不了，快走！这哪是灌注，明明是灌肠啊！这位总裁，我看你一表人才，落落大方，想必是我气质栋梁。不敢当，我就是个掏粪的。掏粪好啊！俗话说滔滔不绝，形容的就是您这样的绝世奇才。真别哄我了，要是被你们抓去，我看不是绝世，而是要断子绝孙。瞎说什么呢？你咒谁断子绝孙？我靠！果不其然，饶过我吧！不好意思啊，一时没忍住。当然不能怪你，谁知道魔法灌注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放开我！我不要去！你们这是诈骗，是拐卖！说好大队3道题有大奖送，你们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哎呀！钱财乃身外之物，我们现在送你的可是永久注入体内的好物，这份惊喜还不够大吗？我不要你们往我体内注入奇怪的东西，放我走！大家我不要了，不要啊！救命啊！我想回家。一口气灌了这么多个，手指都酸了。是不是没那么痛？走，跟我来这边。
又来一个，都不给人休息的时间。那我走。那算了，时间紧，任务重，能灌一个是一个。大家拥有了魔力之后，都有了巨大的改变。你看，他们在练习使用魔法，是不是很开心？跟新同学打个招呼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们好，变化是挺大的。好了，恭喜你战胜了自己。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我知道，他们其实是享受结果的，只是对过程恐惧，所以有时候的确需要适当的手段加以引导。对了，昨天那个说去酒区拉商人来搞经济的家伙，怎么还没回来？对哦，一天都没消息，难道遇上什么事了？我对这见钱眼开的家伙，至始至终就没有放心过。从他主动来找你，和种种一反常态的表现，可能都是在他的计划之内。唉，在这里瞎猜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回酒区看看。这位是雷万大法师，也是我的魔法导师。大家好，更进阶的法术，未来会由我来教授。那正好，我想带兰回趟酒区，找找梁老爷的下落。这里就拜托你了，雷万大法师。他这是假公济私，和我约会吗？奇怪，怎么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他难道是准备了什么惊喜，所以才故意装傻？自问自答吗？真幼稚。好吧，那我就配合你一下。是啊，好奇怪呢。你不会真没察觉吧？我当然知道，有人正盯着我们。英雄救美，好俗套的剧情。哦，居然是个会隐身的。小明，为了护着兰，你的动作使不开。我当然知道。那这样呢？他演得好投入。虽然很俗，但我还是得问：说，谁让你们来的？是区长的命令。你说的是酒区区长？你们站住！区政府禁地闲人免入。听到没有？你干嘛摸我屁股啊？啊，我不是我，我摸你屁股干嘛？看来抓到个来救人的同伙，很好，让我绑了去交给区长立功。原来是你舔了我的屁股，不是摸的。少废话，让我走吧！我靠，好滑！吃我一下！兰，这是什么魔法？你赶紧去救人，他就交给我吧。我向来最讨厌舔狗了。